宙斯的传人。苏无忌听了这个黑衣男人的话，心中骤然一惊，对方难道认出了紫色软剑的来历？宙斯是几十年前黑暗世界的众神之王，能够一口叫破宙斯的名字，他们说不定是旧相识，但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故交好友，只要不是老仇人就好。可就算是认出了紫色软剑，自己也没从对方的身上感受到丝毫的情绪波动。前辈，请问您是想请教一下您的名字？苏无忌浮在水面上，抹了一把脸上的水，问道：呵呵，你的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因为我也不记得我的名字。也不知道这个黑衣男人是不是不想说出实情。他的目光从大兜帽的阴影下射出来，落在苏无忌的脸上，定睛看了他足足1分钟，才继续说道：虽然我现在的记忆有些许的混乱，但小鸭子，既然你有资格拿着紫色软剑，我大概也能猜出你到底是谁了。苏无忌想了想，说道：可是据说这紫色软剑有2把，前辈又如何能知道我所拥有的是哪一把？黑衣人说道：你就算是同时拥有2把剑，我也不会有丝毫吃惊的。没有躺在你父亲替你打下的江山上，小鸭子，你还算不错，我就喜欢上你这种优秀的小伙子。虽然是夸奖，但这语气仍旧是阴恻恻的，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听起来的感觉着实是有些太变态了。苏无忌一阵无语，前辈能不能别喊我小鸭子，我有名有姓，我叫苏无忌。黑衣人呵呵冷笑：你在教我做事啊？苏无忌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完全对不上对方的逻辑关系。这时候黑衣人纵身一跃，直接落向了湖面。他下落的速度很快，可是在距离水面只有3-4米的时候，似乎有2股无形的气流从他的足底喷发而出，在水面上冲出了一片凹陷。紧接着苏无忌便看到这个黑衣人的下坠速度骤减，他的双脚轻轻踩在水面之上，却完全没有下沉的迹象，似乎那湖面把他的下坠之力完全分散掉了。可如果仔细看去，便会发现更加让人意外的场景。这黑衣人的双脚甚至没有完全接触水面，足底和湖面中间似乎还隔着1-2厘米的距离。湖面的张力与浮力与他所施加的力量产生了妙到毫巅的平衡，才完成了这种凌空悬浮。这种自身力量的控制水平实在是太惊人了。内行看门道，苏无忌知道这对力量的消耗是极为巨大的，可比那些所谓的轻功水上漂要难得多了。单凭对方这一手，自己今天想要独自逃出升天都是千难万难。苏无忌扭头看了看，发现康妮带着李冰凉已经快要撤出地下湖的范围了，黑衣人也没有阻拦他们的意思，于是稍稍松了一口气。他说道：前辈，您真是好身手，我实在理解不了，您既然拥有这么可怕的实力，为什么还会被关在这一片地下空间里？是谁关押您的？呵呵，我想被关在哪里就被关在哪里，我想被谁关就能被谁关，这是我的自由，用你这个小鸭子来管。黑衣人冷笑，也不知道是不是苏无忌刚刚的问话引起了他的不开心。此刻伴随着他的冷笑，周遭的温度仿佛都下降了不少，那种阴气森森的感觉明显更重了。想被关在哪里就被关在哪里。苏无忌的心里忍不住吐槽，这特么的什么见鬼的逻辑。他觉得对方不仅是个死变态，还是个神经病，说不定脑回路都已经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前辈，这到底是哪里？苏无忌还是试图引导着这一场谈话，继续问道：
我确实没见过什么世面，根本想不到这地下湖里还有一个神庙一样的宫殿，还请前辈为我解答。他刚刚被打入湖中的时候，由于这黑衣人给他施加的力量极大，使得苏无忌在水中迅速下沉30-40米。于是他赫然看到湖底似乎有着一座规模不小的建筑，但湖底实在是太黑了，哪怕此时苏无忌脑袋上的矿工帽还亮着照明灯，也无法看清楚这建筑的全貌，只能勉强照亮一角而已。这世界上有很多未解之谜，黑衣人说道。这湖底的宫殿应该就是那个所谓的黑人文明所留下来的东西。对了，那个文明叫什么来着？可能叫努比亚文明。苏无忌随后问道。前辈，您进过这湖底宫殿吗？黑衣人说道。我对它不感兴趣，为什么要进去？苏无忌忍了忍，继续说道。可是您在这里待了这么久，总该知道有离去的另一条路线吧？黑衣人阴恻恻的一笑。的确是有另一条离开的路，但我不想告诉你啊。他觉得自己如果跟对方再聊下去，早晚也得变成神经病。他每一句都是想要引导这场对话，可对方压根不按套路出牌。前辈，您为什么要待在这儿？我真的不认为有谁可以把您关押在此。苏无忌又问道。果然，这次黑衣人的回答不一样了。我之所以选择一直待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对我的生存是有益处的。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是个不能见光的人。苏无忌狠狠一怔。什么死过一次？他完全无法确定对方这么说究竟只是打个比方，还是在阐述事实。但他确实无法从这个黑衣人的身上感受到任何的活人气息。小鸭子，你作为那个人的儿子，你的武功进展很快，但根基不牢。黑衣人说道。你在极限关头爆发出的战斗力，还不如那只老鸭子。苏无忌双脚踩着水，始终保持自己的胸口之上露出水面。他听到这评价，还有点不太服气，毕竟他一直觉得自己的武道根基打得挺牢固的。可是，在听到对方的某个称呼之后，苏无忌的表情有些艰难。老鸭子是谁？你是小鸭子老鸭子，当然就是你父亲了。黑衣人呵呵冷笑。对于这个称呼，苏无忌已经没有力气去吐槽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个黑衣人提起自己父亲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好语气，也不知道两人是不是曾经结过仇。前辈，我想找到那个失踪的华夏司令员，请问您是否能？苏无忌问道。关我什么事？黑衣人说道。我只是个被囚禁在这里的人而已，今天我想干的事情只有你，你明白吗？苏无忌打了一阵寒战，他觉得自己跟这喜怒无常的死变态根本没法交流。他说道。那前辈，既然您认识我父亲，我能不能离开？当然不能了。黑衣人又阴恻恻地笑起来，说道。我恨不得爆了那老鸭子的局，好不容易逮到你这只小鸭子，我怎么能这么容易就把你放走？快点把裤子脱了。这特么的哪跟哪啊？可苏无忌忽然觉得对方3番2次地提起这事儿，好像不是在开玩笑。他的身上又冒出了很多鸡皮疙瘩，于是双手抓着腰带，狂猛的力量从足底喷出，身形朝着后方爆射，整个人宛若一艘全速开动的快艇。所过之处，在这地下湖的水面上留下了一道白色的痕迹。嘻嘻，我的小鸭子，你往哪里跑？这黑衣人说了一句，随后唰地沉到了水中，完全没有激起任何的浪花。听到这一声嘻嘻，苏无忌的头皮发麻，脑袋都要炸了。这老变态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拼尽全力狂游着，可还没游出几十米呢，苏无忌的脑袋便忽然撞到了某个东西。砰！那是黑衣人的胸口，对方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苏无忌的正前方。苏无忌觉得自己今天真是见鬼了，立刻调转方向，斜斜下潜，朝着那水中宫殿游去。可下一秒，他便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腰带被一只冰凉的手给抓住了。苏无忌猛然一怔，腰带直接崩碎。可是他这么一挣脱，自己的外裤也随之被扯掉了。现在腰部以下已经只剩下了一条裤衩，几乎毫不设防。苏无忌现在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他拼了命的加速，正怕这死变态直接把一根手指戳进来。在拼了命逃跑的过程中，无论是南海手技，还是学会的那5个力量运转动作，以及这些年了解过的所有功法，都一股脑的在苏无忌的身体里发动了起来。之前在第一次与这黑衣人交手的那一瞬间，苏无忌所练成的这几个动作运转路线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但几乎这几条路线都是各自为战，并未融会贯通。而现在，在自己疯狂逃命之下，这几条路线之间的壁垒已经有了隐隐被打破的趋势了。在苏无忌的狂暴速度之下，前方的水下宫殿已经越来越近了。可是他这时候却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了，不得不迅速上浮。毕竟这么激烈暴力的运动，对于氧气的需求量是极为巨大的。苏无忌的脑袋才刚刚冒出水面，深呼吸了2口，却感觉到一根如同冰棍般的手指在自己的屁股上戳了2下。随后一道阴恻恻的声音传进了自己的耳中：小鸭子，你的屁屁很有弹性，嘻嘻。嘻嘻你妈啊！苏无忌要疯掉了，所有的力量全速运转，他翻身一踹，再度钻入了地下湖里。此时距离矿山20公里的距离，一个身穿雇佣兵衣服的男人正靠在一台福特猛禽的旁边，嘴里叼着一根雪茄，悠哉悠哉地吐着烟雾。如果苏无忌在这里的话，就会认出来，此人就是之前对诺姆维特动手的那个冒牌武装分子。在苏无忌和康妮吸引了所有火力之后，他就不见了踪影。这时候，这个男人的手机响起来了，一看来电，他呵呵一笑，接通之后说道：歌者，找我什么事儿？电话那边的电子音中似乎蕴含着极度不爽的情绪。雷蒙，你有必要改头换面的来到非洲吗？你是情报局的局长，非要亲自冲在第一线，给一个华夏年轻人设下死局。除了歌者这位厉害的 S 级调查官之外，谁也没想到雷蒙情报局的创始人雷蒙居然亲自伪装成了一名赤色巴尔成员，出现在了钻石矿山的第一线。就连苏无忌那鬼精的脑子都完全想不到这一点。你一个黑暗世界的大佬人物，特么的玩什么 cosplay？ 听了歌者那充满了斥责意味的话，雷蒙抽了一口雪茄，把烟雾徐徐吐出，才说道：歌者，你是我兄弟，现在为了一个骗了我27亿美金还杀了我儿子的人，在电话里斥责我。他这么一出口讲话，周遭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一股上位者的气息开始无比清晰地显现出来。显然和现在这种气场相比，雷蒙之前在矿山里的种种举动完全是在藏拙，他完全有着可以秒杀诺姆维特和那一众守卫的实力。歌者的电子声中听不出任何的情绪，他说道：雷蒙，你有很多钱，也有很多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雷蒙冷冷一笑，墨镜后面的眼睛里满是嘲讽。所以，你的意思是27亿美金，损失了也就不要再计较，而我的儿子考克斯死了也就死了，反正还有很多孩子可以代替他，是吗？歌者说道。考克斯这家伙不断在后面挖你的资源，目光短浅，胡作非为。如果由他继承情报局，一定会把整个组织带进深渊的。那他也远没有到该死的地步。雷蒙深吸了一口气，把雪茄扔掉，道：歌者，你只是为了扶持尤利亚继承情报局，所以把考克斯视为了眼中钉。不管怎么样，他终究是我的儿子，儿子死了，我这个当父亲的不应该去给他报仇吗？歌者的语气也很不客气，他说道：那你就扪心自问，看看你对考克斯的感情究竟有多少？从他出生起，你一共见过他几次？何必要在这种时候装深情，非要在我面前扮演一个慈父？雷蒙咬牙切齿地说道：歌者，我保证，如果这话是从别人嘴巴里说出来的，他现在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歌者的声音很清淡。雷蒙，你最好清醒一点，忠言逆耳。现在的情报局，你也只能从我的嘴里听到实话。雷蒙呵呵一笑，说道：那你觉得我接下来该怎么做？说实话，好久不在第一线经手布局，这次利用信息差玩了一把，真的很过瘾，好像回到了年轻时代。他这一笑，其实根本看不出半点死了儿子的悲伤。论起信息差，全世界的确没人能比得过雷蒙情报局的局长。歌者说道。但是当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更要当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雷蒙说道。看来你最近研究影子研究的都入迷了，一出口就是各种华夏谚语，我可不喜欢这样的你。歌者说道。非洲的水那么深，华夏的水更深，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些什么，和影子的矛盾应该适可而止。雷蒙，你已经不是曾经的你了。雷蒙望着钻石矿山的方向，眼睛里闪动着难言的神情。他呵呵一笑，说道：如果我不这么做呢？歌者说道。整个黑暗世界知道影子身世的人并不多，你对于影子来说算是长辈了。如果真的把他逼到了死角，你真不怕他的父辈站出来？顿了顿，他补充了一句：雷蒙，以你的智慧，如果不是被所谓的利益蒙住了眼睛，会需要我把话说得这么直白吗？雷蒙冷笑，语气随之加重了几分。我的好兄弟，我从来不回避和你的任何争论，但你总是躲在背后，用情报局的资源来实现你们整个国家的理想，我早已经有诸多不满了。我更想告诉你的是，你们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东亚的天永远不会变。歌者沉默了一下，随后说道：我从来没想过要掀翻东亚的天，我要的只是……然而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自己的目标太过于虚无缥缈，歌者自己都停下了，没有继续说下去。雷蒙嘲讽地说道：你们两个国家要是真的统一了，变的就不是东亚的天，而是世界的天了。歌者陷入了沉默，没有再开口。雷蒙很享受这种在言语上把老伙计压倒的感觉，他并未挂断电话，过了几分钟之后才悠悠开口说道：歌者，我是利益至上，所以会计算得失。我们这种人只要把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做事就会有分寸。但你是理想主义者，你们这种人往往会不惜代价，而你们的结局大概都不会太好。歌者说道：雷蒙，你可以放开手脚对付影子，但他绝对不能死在你的手上，这是底线。
雷蒙笑着说道：没有人知道是我把影子引到了这禁锢黑渊的旧址里，如果他真的死在里面了，也没有人知道是我借刀杀人，他家里的长辈们只会钻进这库尸王国留下的古墓里，去寻找所谓的真凶。歌者说道：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了，我的兄弟。说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雷蒙握着手机，摇了摇头，思考了一会儿，才给老兄弟发了一条语音消息，说道：歌者，你哪里都好，就是太没有野心。如果不是背负了那个扯淡到极点的理想，说不定咱们兄弟二人已经拥有一统黑暗世界的实力了。抽完了雪茄，雷蒙又看了一眼钻石矿山的方向，上了车。他吹着口哨，看到了远处大批车辆在往这个方向轰隆隆地驶来，笑了笑，似乎找到了些许意气风发的感觉。怪不得歌者总喜欢布局，这种以整个大陆为棋盘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当了太久的管理者，我已经快要忘记了在一线冲锋陷阵是种什么感觉了。看来以后要多多出来活动手脚了。而那些出现在他视野里的车辆，全部是来自于兰斯尼亚政府军。就在1个小时之前，兰斯尼亚当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对华夏安排特种部队进入境内作战一事表示抗议。华夏的确重创了赤色巴尔武装组织，解救了10几个人质，但是兰斯尼亚现在的军阀政府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的主权受到了侵犯。而现在，对于那个主政兰斯尼亚的大军阀来说，再也没有比趁此机会拿下阿德里安钻石矿山更好的机会了。非洲的军阀大抵都是如此，目光短浅，利益当先，贪得无厌，背信弃义。可是除了歌者之外，几乎全世界都不知道，这个军阀总统此次目光短浅的行动就是雷蒙挑唆的。雷蒙情报局的副局长阿巴克正是兰斯尼亚现任总统的超级心腹。为了把阿巴克推到现在的高度，情报局每年都往他身上砸下巨量的资金。此时这位情报局创始人下意识地自言自语：就算把这里的天给打破了，也是兰斯尼亚和华夏政府之间的事情。但是说到这里，雷蒙皱了皱眉头，为什么忽然感觉到不太对劲，好像遗忘了什么细节。他想了半分钟都没找到结果，眉头不禁皱得更深了。歌者无论如何都不会出卖我，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然而此时那位兰斯尼亚政府军的将军阿巴克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焦头烂额。他本来指挥着手下已经布置好了迫击炮阵地，准备对矿山进行轰击。可是才刚刚射出去2枚炮弹，他们便遇到了华夏特种兵的顽强反击。对方只是用了几发狙击枪子弹，便破坏了阿巴克这边的所有迫击炮，甚至连弹药运输车都被引爆了。而阿巴克手下并没有优秀狙击手可以与烈焰大队相抗衡。在迫击炮发射失败之后，他立刻下令让手下冲锋。可是有好几支狙击枪拦在前方，冲出去多少人就被撂倒多少人。华夏特种兵的单兵作战力以1当10都不止。足足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阿巴克寸步未进，带来的那些士兵已经死伤过半了。还好雷蒙局长对此早有预料，他让阿巴克提前把这边的战况告诉总统，调集兰斯尼亚政府军的主力部队前来拿下钻石矿山。等支援来了，你们就死定了！阿巴克吼道。他的望远镜里已经出现了政府军的运兵车了。
而这时候，阿巴克的手机响起来了，一看来电，居然是诺姆维特。该死的混蛋！阿巴克接通了，恶狠狠地说道：“你还活着！”哈哈哈！诺姆维特大笑道：“阿巴克，我等了足足半个小时，你们怎么还没进来呀？怎么就发射了2枚炮弹，只炸死了几个本来就快饿死的劳工啊？”阿巴克强忍着怒气道：“我已经把政府军主力调来了，华夏人撑不了多久了。”哇哦！你以为你有人来增援，华夏人这边就没人增援了吗？诺姆维特呵呵一笑道：“你虽然是雷蒙情报局的副局长，但是以你的权限，有资格做出这种级别的决策来吗？怕是受到了雷蒙局长的指使吧？”阿巴克低吼道：“混蛋！你真的该死10000次！”他现在很后悔，为什么要如此托大地在诺姆维特的面前自曝身份？被我说中了真相，恼羞成怒了是吗？诺姆维特嘲讽地吼道：“不管华夏方面会不会放过我，比我香蛮蛋的肯定是你们雷蒙情报局。”诺姆维特把电话挂断，随后他恭恭敬敬地捧着手机，交给了面前一个身穿迷彩服的华夏军官，正是万辉尘。而此时，诺姆维特的手上已经戴着一副锃亮的手铐。原来，在阿巴克工事受阻的这半个小时里，诺姆维特已经被烈焰大队俘虏了。他挤出了一丝笑容，对万辉尘说道：“上校先生，我已经证明了，搞出这一切的就是雷蒙情报局，但他们的主力要来了，你们可能要被包围了。”与此同时，已经近乎精疲力竭的苏无忌正浮在水面上，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了，浑身的肌肉经脉全都传出了灼烧般的撕裂感。在刚刚的追逐战中，他被数次追上，现在除了裤衩还被紫色软件扣在腰间之外，身上已经没有其他衣服了。哪怕泡在冰凉的地下湖里，苏无忌的身体也在一阵阵的发烫，好像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发烧。他感觉到自己的脑袋都快要被烧得不清醒了。西西浑身瘫软的小鸭子我更喜欢了。那个黑影接近了苏无忌，伸出了一根手指，刚要戳一戳苏无忌的屁股，便忽然听到后方有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住手！”端着突击步枪的岳冰凌出现在了甬道口。岳冰凌来了，看起来他并未走错路。其实，在雷蒙的误导之下，岳冰凌的确是先进了右边的矿洞，但是在进去之后往前走了20米，岳冰凌和邵有阳并没有发现新的脚印痕迹。雷蒙百密一疏，他不想让苏无忌得到任何支援，于是耍了个小手段引开了援军。但他并未想到，这一条矿洞其实已经早就被开采光了，很长时间都没人再进来了。于是发现了这个细节的岳冰凌才立刻掉头而出。而他出来之后，很快在左边通道的墙壁上找到了被匕首插过的崭新痕迹。特别工作组的几个人都感觉到了脊背发凉。有人在故意误导我们，小季现在一定在遭受威胁。岳冰凌在发现了匕首的插口之后，对邵永阳说道：“你守在外面，我先进去。”你一个人绝对不行的。邵永阳却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对跟着过来的2名工作组的特工说道：“你们守在这里，我和岳组长进去，发现可疑人物不要询问，就地击毙。”确实是相当干脆的命令。邵永阳之所以要格杀勿论，
也是基于这片非洲大陆的疑云越来越重的缘故。不过两人在快要接近矿洞尽头的时候，遇到了爬出来的康妮和李冰凉。这两人也快精疲力尽了，尤其是后者，本来身体状况就已经差到了极点，此刻已经快要抬不起脚步了。看到李冰凉出现，岳冰凌和邵永阳都明显很激动，但岳族长只是问道：“苏无忌呢？”“苏无忌还在里面，被一个黑衣人打到了地下火里，你们快去支援他。”康妮大口喘着气：“那个人真的很厉害。”这时候李冰凉明显撑不住了，身形一晃，竟是晕倒在地。岳冰凌立刻说道：“永阳，你把他们带出去，我去支援无忌。”邵永阳看到李冰凉的虚弱状态，知道不能耽搁，于是说道：“好，你多当心，我先把他们送出去，然后就来支援你。”随后他把骨瘦如柴的李冰凉抱起来，弯着腰朝着矿洞外面迅速奔去。而岳冰凌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黑暗中。他知道苏无忌就在前方，在做决定的过程里没有任何惶恐与迟疑。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岳冰凌跑出了甬道，便看到了漂浮在水面上的苏无忌，眼眶一下子潮了许多。“离他远一点，立刻！”岳冰凌冷冷说道，“不然我就开枪了。”“西西，真是有点意思。”这个黑衣人抬手戳了戳苏无忌的裤衩子，“他快死掉了，你就算开枪了，又能救回他吗？”岳冰凌冷冷说道，立刻从他的身边离开。“好啊。”黑衣人答应了一句。下一秒，岳冰凌赫然看到这个家伙真的忽然消失了。是的，这黑衣人以极快的速度沉到了水面之下。由于光线太差，岳冰凌只能依靠头盔的探照灯照明，这一下完全没发现对方潜入水下之后又去了哪里。就在岳冰凌还在搜寻着水面的时候，2秒钟之后，一道身影忽然从湖面边缘冲天而起。此人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贴着石壁冲上来，让岳冰凌完全反应不过来。他根本来不及扣下扳机，枪管便被一只枯瘦的手扯住了。巨大的力量从那枪身之上陡然传来，岳冰凌的身体都被扯得远远飞了出去，正好落向了苏无忌的身边。扑通，他落入湖中，湖水冰凉刺骨，让岳格格瞬间打了个冷战，一下子就处于了失温的边缘。他咬着牙快速抱住了苏无忌，这一抱让岳冰凌猛然一惊，因为对方的身体实在是太烫了，根本不是正常人体所能拥有的温度，仿若体内的力量快要沸腾了。苏无忌平平躺在水面上，哪怕没有做出任何的动作，却仍旧没有下沉。似乎他身上的力量跟着水面的浮力也取得了奇妙的平衡。此刻苏无忌的意识明显有些模糊，看样子已经是被烧糊涂了。小季，我是岳冰凌。岳冰凌抱着浑身滚烫的苏无忌，眼眶更加潮湿了。毕竟他对于人体的理解还处于正常的范畴，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发烧烧成了这个样子，就算是事后能保下一命，也会留下影响终身的后遗症。对于岳冰凌的呼唤，苏无忌并没有回应，他的嘴里好像在念叨着什么，完全听不真切。走，我带你离开。岳冰凌一只手搂着苏无忌，一只手划着水朝着岸边游去。苏无忌现在完全处于脱力状态，做不出任何的助力动作，但岳冰凌带着他游走，
也没有多花任何的力气，后者真的就像是能自动悬浮在水面上一样，根本不会下沉。而从苏无忌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热量，也使得岳冰凌感觉到了些许的暖意，避免了进一步失温。岳冰凌终于游到了地下湖的边缘，而这湖面距离上方的贴壁小路还有好几米的垂直距离，石壁上布满了苔藓，滑不留手。岳冰凌独自一人都几乎没可能爬上去，更别提还带着苏无忌了。是不是很绝望了？这时候，那一道阴恻恻的声音随之响起来。我告诉你们，这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不是普通人能进得来的，一旦进来了就出不去，将会永远困在这里。岳冰凌不吭声，他反手拔出军刀，开始刮着石壁上的苔藓。啧，没用的，你越是付出努力，就越是会体验到绝望，人生也是如此。这黑衣人微微一笑，随后猛然一挥手，哗，又是一阵狂风起。本来平静的地下湖瞬间被这一掌拍出了巨浪，而那巨浪把岳冰凌和苏无忌拍得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直接被暗流卷到了水下，两人随之分开了好几米。岳冰凌听了命地朝着苏无忌游去，好不容易再次抱住了对方，可这才刚刚上浮，一个巨浪又是当头而来，再次把他们拍得卷入水中。岳格格还没放弃，他继续抱紧苏无忌，迅速上浮。可是这时候，他头盔上的探照灯分明照到，一个身影陡然出现在了水里，简直犹如鬼魅闪现。岳冰凌的后背甚至还没来得及冒出凉气，那道身影便陡然一闪，仿若移形换位，转而出现在了他们的身下。随后岳冰凌便感觉到巨大的拉扯之力已经从自己的脚踝底下传来，那黑衣人拉着他和苏无忌，仿若离弦之箭，朝着那地下湖深处爆射而去。此刻无法呼吸的岳冰凌感受到了空前的无助。他本身的肺活量还不错，但在憋气状态下支撑个3分钟便是极限了。虽然现在才过去了10几秒，但岳冰凌却觉得死亡在无限接近。那个黑衣人的手犹如铁钳一样，让岳冰凌根本挣脱不开，甚至连屈腿都做不到。他只能紧紧抱着苏无忌，两人被不断扯向地下湖的深处，30-40米的距离眨眼即过。这么深的深度已经逼近了正常人的身体极限了。岳冰凌的肺活量就算是再大，在这种压力之下也要受不了了，肺部憋得要炸开。岳冰凌本能的想要张口呼吸，他的四肢渐渐失去力量，已经快要抱不住苏无忌了。而这时候，他头盔的探照灯上已经照出了宫殿一角，那神庙一样的石质宫殿静静地沉在水下，仿若一头陷入沉睡的史前巨兽，透着安静与肃穆。当这一幅画面映入眼帘的时候，岳冰凌的眼睛都瞪大了。这一刻，他似乎都忘记了身体正在承受着极限的压力了。下方神庙宫殿的大门是开着的，或者说已经没有门了。那些地下湖的暗流正从巨门中冲刷而进，形成了强烈的漩涡。怪不得这地下湖一直有着2条暗河在汹涌注入，水位却始终没有出现明显上升。那黑衣人把这一对年轻男女扯到了宫殿大门前，随后一松手，于是苏无忌和岳冰凌便被卷进了地下湖的漩涡里，直接被冲进了宫殿深处。这个时候，岳冰凌已经感觉到脑袋发沉，在漩涡和激流之中，一阵阵的眩晕感汹涌袭来，
可他即便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身形了，却依然气得用尽全身的力气抱住苏无忌。激流狂卷之中，岳冰凌根本没法看清楚宫殿内部的环境和布置。他感觉过了很久，事实上也只是几秒钟的时间而已，他们便被冲到了漩涡的尾端，随后被无止境的暗流裹挟着迅速上浮。这一次上浮起码又是30-40米的距离，岳冰凌仍旧紧紧抱着苏无忌，直接被冲出了水面。而前方地势忽然变得空旷，那激流也陡然间变得平缓了许多。岳冰凌大口地呼吸着，那快要憋炸了的肺部终于接触到了新鲜的空气和正常的气压，而脑海里的眩晕感也随着氧气的吸入而渐渐被清除。岳冰凌此刻还很恍惚，他根本没想到自己还能活。事实上，之前即便抱着苏无忌赴死，他也没有任何的含糊。此刻的劫后余生更像是上天对他的奖赏。看了看四周，他们似乎又是身处一片地下湖，只是这一片湖的面积似乎要更大，但根据水流的流向，岳冰凌能判断出来，湖的出口就在前方。他继续抱着苏无忌随波逐流，后者的身体仍旧滚烫滚烫，根本不知道自己刚刚经历了生死之劫。随着河流飘出了好几百米，岳冰凌赫然看到前方的河岸边有着一片不知道废弃了多久的古建筑。这建筑和之前的宫殿相比，有点像是缩小版的神庙。他们似乎处于了一片山体内部，在不知多高的山顶，竟然有着丝丝缕缕的光线照进来。这是什么地方？岳冰凌并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他的眸子里已然升起了希望之光。而这时候，浑身滚烫的苏无忌似乎有了意识反应，他忽然伸出手，反抱住了岳冰凌。小忌，你……逃出升天，苏无忌也要醒了，岳格格顿时惊喜无限。可下一秒，怀中男人的手似乎碰触到了某个地方，使得岳冰凌的身体犹如触电一般陡然一僵。岳冰凌也没想到苏无忌的手竟然这么乱来，这还发着烧呢。强烈的热力从他的掌心散发而出，透过湿透的衣服传导到了岳格格的肌肤之上，这让后者的身体被烫得狠狠一颤，差点沉了下去。小忌，岳冰凌喝了一大口水，连忙抱着苏无忌游向岸边。然而他才刚刚上了岸，苏无忌便急不可耐地压在了他的身上。此刻虽然有着丝丝缕缕的光线从山体的缝隙照下来，但由于高度太高，以至于下方还是十分昏暗。不过总体来说，已经比之前矿洞里的一片漆黑要好得多了。起码现在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岳冰凌能够近距离看清楚苏无忌的表情。对方的眼睛是睁着的，但看起来好像并不太清醒，体温还是那么高。可按照常理来说，人发烧到这种程度应该浑身无力才是，可是他的那一双手怎么还这么有劲儿？小忌，小忌，我是岳冰凌。岳冰凌双手捧着苏无忌的脸，轻轻地拍了拍。他倒是想用点劲拍，但一是有点下不去手，二是苏无忌那瞎胡闹的手让本来就很是疲累的他着实有点浑身无力了。自己和异性接触最多的那一次，就是和苏无忌在东阳的拥抱。对方后来想要凑近了吻他，却被岳冰凌拒绝了。可现在这接触的程度得是在东阳时候的好几倍啊！此刻的苏无忌并没有太多的理智，
月格格明显有点挣扎不开了。小季，我是月冰灵，你快松开，别乱摸了呀。月格格说道。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苏无忌的体温感染，她的呼吸似乎也有些灼热了。也幸亏压在身上的是苏无忌，要是换做别人，怕是已经被岳处长一枪爆头了。没错，我要的就是月冰灵。苏无忌的眼神还有些迷惘，他说着，嘴巴便已是狠狠吻了下去。滚烫的嘴碰上了冰凉的唇，这一刻冰与火相交接。我要的就是月冰灵。这一刻，月格格的表情骤然一凝，那绝美的冰颜骤然间变得生动了起来。当苏无忌的这句话一出，似乎他的所有防线已是骤然坍塌。月格格知道，这是苏无忌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所说出来的话，这就是心里话。如果这时候苏无忌在迷糊的状态之下说出了江晚星或者穆千羽的名字，岳冰凌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再去面对他。可是他喊的是自己的名字，这就足够了。虽然还不知道自己和苏无忌究竟能不能真正逃出升天，但此刻的岳冰凌已经不想去思考这些事情了。他脑海里的所有思绪也已经快要被苏无忌的体温煮沸了。小季，岳冰凌张口轻言，可是这发白的嘴唇刚一张开，就被苏无忌蛮不讲理地攻了进来。此时矿山外围，阿巴克调来了大批的政府军，整整一个步兵旅已经把矿山全部包围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里面的烈焰大队战士们已是压力骤增。满打满算，这里面烈焰大队的战士们还不到30人，其余的分队之前一直在四处清扫赤色巴尔组织的游击队，此时还在前来支援的路上。迫击炮全部给我炸，炸平这里！阿巴克喊道。这一次他们也算是学聪明了，把迫击炮阵地布置得很远，反正目标是把钻石矿山给夷为平地，又不需要太过于精确，轰就是了。轰轰轰，10几发炮弹纷纷炸进了矿山范围里。只要炸开缺口，那么以兰斯尼亚政府军这个步兵旅的兵力攻进去易如反掌。给我狠狠地炸！阿巴克解开了军装最上面的扣子，粗声粗气地吼道：华夏人死不死都不重要了，我要那个诺姆维特的命，现在就要！这时候，阿巴克的通讯器里传出了一道声音。阿巴克听了这道声音，他立刻先是本能的一个立正，随后立刻走上了车，把车门关死，对手下说道：没有我的安排，谁都不能靠近这台车。通讯器另外一端的正是局长雷蒙。这通讯器是阿巴克跟下属们传达军令用的，平时都是加密过的，局长此刻直接把通话切了进来。显然在情报局的技术人员们面前，兰斯尼亚政府军没有一点秘密。局长大人，阿巴克喊道。情况怎么样了？雷蒙问道。阿巴克明显能听出来雷蒙的声音有些发沉，他还以为是局长大人对自己很不满，于是立刻说道：局长大人，我把兰斯尼亚的第2步兵旅调来了，一共3000人，团灭他们，绰绰有余。纠结了一下，阿巴克还是没敢把自己在诺姆维特面前暴露身份的事情说出来。然而雷蒙却很敏锐。我的感觉不太好，总感觉这次亲自来到非洲是个错误。他说这话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得力手下已经把他来到非洲的事情捅给诺姆维特了。而阿巴克听了这话，却很意外，
因为雷蒙的语气极为不对劲。局长大人，他欲言又止。阿巴克深知这几年来情报局的发展高歌猛进，雷蒙越发刚愎自用，几乎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而前一段时间，自从情报局在暗影天王的手里栽了个大跟头之后，雷蒙局长的行事便更加激进，一直想要狠狠报复暗影一回。局长大人的这种行事方式，和歌者那种想要利用暗影天王达成自身某种目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可是他刚刚在通话里居然在反思，这让阿巴克甚至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了。不久之前，豪斯副局长已经叛逃了。雷蒙的声音里开始透出了一股狠意，说道：阿巴克，搞定今天这件事情，我让你成为主管所有大洲事务的第一副局长。是。阿巴克听了这话，精神立刻振奋起来。他说道：请局长大人放心，这座矿山里的人一个都不可能活着出去。雷蒙继续沉声说道：一个步兵旅还不够。阿巴克说道：我已经调集了特种突击营和装甲团，估计再有半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雷蒙说道：好，完成这件事情，你立刻从非洲大陆蒸发，回归情报局总部，把所有的烂摊子都丢给兰斯尼亚政府。是。阿巴克说道。完成任务之后，立刻人间蒸发，这是情报局每一个调查官的基本技能了。更何况，这个阿巴克本来也不是他的真名。在雷蒙结束了通话之后，阿巴克立刻打给了装甲团的团长恩戈玛。恩戈玛装甲团什么时候能赶到？阿巴克问道。这个装甲团是兰斯尼亚陆军中主力中的主力了，拥有20辆59式坦克，30辆 PT-76 轻型坦克。虽然装备水平很落后，也没有第3代主战坦克，但兰斯尼亚陆军的综合战斗力在军力普遍拉胯的非洲，起码处于中等以上的水平了。但阿巴克刚刚对雷蒙所说的半个小时时间，显然是在瞒报了。将军，1个小时啊。恩戈玛说道。给我1个小时，肯定能赶到。阿巴克切断了通话之后，又连线了另外一人，问道：姆伯加，特种突击营什么时候能够到达阿德里安矿山？将军，40分钟可以赶到。姆伯加说道。这支特种突击营是兰斯尼亚国内唯一的特种部队，满编一共500人。今天为了对付华夏人，兰斯尼亚政府军真的是精锐尽出了。那位目光短浅的军阀总统倒不是胆大包天，非要跟华夏对着干，而是听信了阿巴克的谗言，坚持认为只有打赢了才能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利益，这句话是对的。对于华夏特种部队擅自来到境内秘密作战一事，那位军阀总统很不爽，很想借机展现一下自己的立场和力量，以便在事后能从华夏的手里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好，我等着你们特种突击营大显身手。阿巴克说道。此事过后，我会直接向总统申请，将你提拔成上校。这个时候的他一直在布置任务，并没有注意到迫击炮阵地上的炮声已经不知不觉间停止了。那么多门迫击炮，一共就打出了10来发炮弹。矿山面积那么大，顶多只是算受了点皮外伤。将军放心，姆伯加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一听到自己的军衔要晋升了，姆伯加明显有些激动地说道。然而这个时候，从通讯器里
传来了惊惶的话外音：穆伯家营长，我们遇袭了，遭遇无人机群。紧接着剧烈的爆炸声开始充斥通讯器里，通话直接被切断了。阿巴克的面色陡然一沉，而这时候又一个通话被紧急连进来了。将军不好了，很麻烦。竟是装甲团的恩戈玛团长。怎么回事？阿巴克沉声问道。将军，我们遭遇了。他的话还没说完，剧烈的爆炸声便响起来了，通话都变得滋滋了。怎么回事？快点报告！阿巴克吼道。他的心开始往下沉去。过了足足2分钟，通话才回复。恩戈玛的声音明显带上了仓皇和惊惧的意味。我们遭遇了10几架武装直升机的袭击，装甲团马上就要全部完蛋了。阿巴克吼道。该死，是谁干的？哪个国家搞的鬼？不会是别的国家，其他国家不会派直升机越境作战。恩戈玛的声音都在发着颤。将军，能够在非洲一次性出动这么多架武装直升机的，只有一个佣兵势力。阿巴克的眉头狠狠皱起来，重重地砸了一下方向盘，恼火地吼道：该死的标准烈日！标准烈日佣兵团的出现让阿巴克恼火无比。显然那轰炸特种突击营的无人机群和对付坦克的武装直升机群都是出自于这个非洲最强大的佣兵团之手。混蛋！这些混蛋全都该死！阿巴克明显已经失态了，吼道：这个标准烈日居然敢对付兰斯尼亚政府军，他们一定会被彻底剿灭。他有些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佣兵团要参与进来？之前从来也没听说他们和华夏这边的关系很近啊。然而通讯器那边，恩戈玛却仓皇地喊道：将军，标准烈日会不会被剿灭？我已经不关心了，现在是我们要被他们团灭了。下一秒，巨大的爆炸声随之响起。通讯器这边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了，装甲团彻底失去了音讯。阿巴克原地恼火了半分钟，再去联系姆伯家的特种突击营，也是完全联系不上了。装甲团和特种突击营这2大陆军精锐没了，对于整个兰斯尼亚的政府军来说都是无比惨痛的打击。而这时候阿巴克才注意到自己的一名亲兵正满脸仓皇地站在车窗外，明显是有急事要汇报，但又顾忌之前他下达的那个任何人不许打扰的命令，不敢敲车窗。阿巴克一脚踹开了车门，低吼道：怎么回事？快说！将军，我们的迫击炮阵地被破坏了。这名亲兵的脸上写满了惊惧，仿佛看见了什么非常惊恐的画面一样。每一个炮手都被……种种变数接连发生，阿巴克的一颗心已经沉到了谷底。炮手怎么了？这名士兵说道：都被射死了。又遇到了狙击手？不是弓箭。弓箭？阿巴克此时宁愿相信自己的那些炮手是死于狙击手之手，什么弓箭能射死所有的炮手？这特么的实在太离谱了。唰！这时候一道锐利的破空声忽然响起，那名士兵的身体狠狠一颤，双目陡然圆睁，随后直接向前面一头栽了过来。他栽进了阿巴克的怀里，而阿巴克赫然看到，在这名士兵的后脑勺上竟是插着一支黑色的利剑。他大惊失色，立刻把这士兵的尸体拎起来挡在了自己的身前，也挡住了对面的所有射击角度。
等开门上了车，这才把尸体丢了下来。可这时候，阿巴克的心中骤然涌出了一股强烈的危险感，于是往副驾上猛然一扑，又是一支长剑凌空而来。这坚硬的箭头直接击碎了主驾驶的车窗玻璃，横穿了整个车厢，狠狠钉在了副驾的车门上。箭矢的尾部还在高速颤动着，如果刚刚阿巴克不及时躲避的话，怕是已经被直接射穿了脑袋。这是哪里冒出来的箭手？简直比狙击手还要精准。这位情报局副局长的冷汗已经瞬间湿透了衣服，他恼怒之极，大吼一声：全人进攻，全人进攻！足足2000人的步兵旅，难道还不能把这30人的华夏特种兵平推了吗？就算是用人命去填，他们也挡不住。下达了命令之后，阿巴克便发动了车子，开始加速，左冲右突，生怕那个神箭手的长剑再追踪到自己。然而，让阿巴克愤怒的是，他的命令没有任何的效果。手底下的步兵旅并没有开始全员进攻，就连先头的进攻队伍都出现了迟疑。怎么回事？怎么都愣着不动？难道听不到老子的命令吗？阿巴克对着通讯器吼道。不过他马上就知道答案了，因为在远处已经传来了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出现在了视野里。难道是标准烈日佣兵团已经杀到了？阿巴克顿时觉得前所未有的无力。哒哒哒哒哒，阿帕奇忽然降低了高度，击在 M230 链炮，直接开火。那些准备进攻的先头部队瞬间被打得血肉横飞，链炮炮弹所过之处，就像是在步兵旅的队伍里离出了一道血色鸿沟。这种空中大杀器，面对步兵旅还不是翻着花样的吊打。这场景实在是太过于震撼了，让在场的那些兰斯尼亚政府军们个个胆寒，甚至都不敢举起手中的步枪，象征性的还击一下。这一架阿帕奇简直嚣张到了极点，在用机炮直接打碎上百人之后，迅速拉上高空，随后一道道火龙接连爆射而出。地狱火导弹，轰轰轰轰轰，每一枚地狱火都无比精准地命中了一台运兵卡车。有的运兵车已经空了，有的还是满载。凡是被命中的车辆皆是当场炸成一团大火，那些没来得及下车的士兵更是死伤惨重，残肢断臂满天飞。矿山周边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一架阿帕奇已经摧毁了整个步兵旅的斗志了。该死的标准烈日，你们真是一群该死的混蛋！阿巴克重重一砸方向盘，死了那么多步兵，他的心在滴血。可饶是如此，他也不敢有任何的减速，生怕自己稍稍慢一点，就会成为那个神秘箭手的射击目标。然而这时候，阿巴克的通讯器里忽然响起了一道声音，这一道声音是被强行切进频道里来的。那所谓的加密通讯，在对方的面前形同虚设。阿巴克，你们雷蒙情报局的脑子坏掉了吗？这一道声音响起，透着嘲讽和冷冽。你们长了几个脑袋，和华夏对着干？这几年不见，雷蒙已经自大到这种程度了吗？阿巴克在仓皇之间，反应居然也是颇为迅速，立刻否认道：这是兰斯尼亚政府军的行为，你说的什么情报局？我怎么听不懂？你都已经对杜卡罗的副总裁亲口承认你的副局长身份了，再装下去可就没有意思了。听了这句话，阿巴克无比恼火。
果然，又是这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如果华夏的怒火朝着雷蒙情报局倾泻的话，怕是局长大人也不可能扛得住啊。我根本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些什么。该死的，你到底是谁？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华夏陆军，代号孤隼。这是苏安邦。阿巴克狠声说道。该死的，华夏陆军怎么会和标准烈日这种佣兵团搅和到一起？兰斯尼亚政府军都能被情报局渗透成这个样子，我们和标准烈日开展一些私下里的合作，又有什么问题呢？苏安邦冷冷说道。雷蒙情报局胆大包天，兰斯尼亚政府背信弃义，一定会为今天的举动付出代价。他的这句语气清淡的话，隔空让阿巴克忍不住地打了个哆嗦。阿巴克副局长，你的手下们似乎有点不太听话，都开始逃跑了。苏安邦说道。对了，让我猜猜，你在哪台车里？说着，从那一架武装直升机上又骤然射出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一台跑得最快的运兵车当场被炸成了一团火球。阿巴克顿时觉得头皮发麻，因为这台运兵车距离他所在的这台越野车甚至不足50米。阿巴克副局长，现在下车投降，你还能保下性命？那道年轻的声音在阿巴克耳中的通讯器里响起。不然，下一个被炸成碎片的就是你的车了。紧接着，那架嚣张的阿帕奇陡然绕了个大圈，朝着一台逃跑的运兵卡车迎头俯冲了下来。下一秒，链炮再次开火，炮弹瞬间把那卡车的驾驶舱打得稀巴烂，而车斗里的10几个兰斯尼亚步兵也都是个个血肉模糊，有的脑袋都被打烂了，惨不忍睹。阿巴克目睹这血腥的场景，呼吸都不通畅了，冷汗涔涔，脑海里一片空白。我的手已经放在导弹发射按键上了，阿巴克，你为雷蒙效忠的时间还有10秒钟。苏安邦的声音淡淡，透着夺命的压力。10、9、8。巨大无边的恐惧已经将阿巴克彻底笼罩其中。他面色无比苍白地喊道：不要开炮！我投降！我投降！说着，阿巴克立刻开门下车。然而他的双脚才刚刚站在地上，双手还没来得及举过头顶，锐利的破空声便响起来了。唰！啊！阿巴克发出了一声惨叫，一支黑色长剑直接穿透了他的2条大腿，随后箭头狠狠射进了车门里，相当于直接把阿巴克给钉在了车上。阿巴克痛苦地吼着，惊惧到了极点。显然，对方没想杀了他，只想活捉，否则的话，以对方这出神入化的射术，自己的脑袋怕是早就被穿透了。阿帕奇直升机里的苏安邦对着某个方向竖了个大拇指，随后拉上高空，朝着机场方向飞去。在与苏安邦飞行方向一致的某条公路上，穿着雇佣兵服装的雷蒙正驾着车，车速已经飙到了180公里。他刚刚与政府军的装甲团擦肩而过，亲眼目睹了10几架阿帕奇是如何肆无忌惮地撕碎那些坦克。雷蒙终于意识到，自己这次真的太拖大了。他利用自己提前掌握的信息差，亲自冲到第一线，看似把影子玩弄于股掌之间，把棋局布在整个兰斯尼亚的国境上。但实际上，这片炽热的大陆上早就张开了一张无形的天罗地网。这种阴沟里翻船的失误，真不该是自己这种黑暗世界的大佬所为，丢人丢到了极点。雷蒙开着车前往最近的一个民用机场，
在那个机场里还有一架私人飞机在等着他，自己的贴身保镖现在全在那架飞机上。那是雷蒙局长给自己留的备用退路，他之前甚至都没指望能用上那架飞机。可这时候歌者的电话打进来了。雷蒙，不要去机场。歌者说道。华夏特种兵已经把机场全部封锁，你现在去了是自投罗网。